大家好，欢迎收看行用玻璃。在欧洲最大的冰川上有一条蓝色冰河，融化的冰川水源源不断地流入大海，形成了最纯净的瀑布。很显然，这一定是在北欧。每当提起北欧国家，似乎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会是挪威。曾经咱们聊过挪威很多好玩的地方，今天咱们要聊的是挪威最令人迷醉的童话小城奥勒松。你知道吗？这座童话小城竟然还是德国建的。站在阿克斯拉山顶的观景平台，俯瞰这座挪威西海岸斯图尔峡湾口的港口城市，狭长的城区被峡湾和冰河一击环绕，不知不觉奥勒松全城尽收眼底，而壮观静美动人心魄的峡湾却仍在无限延续。不知你发现没有，一座城市的独特气质通常在夜晚会更加鲜明，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也许真的是黑夜给了你一双黑暗的眼睛，可以不去收纳暴露在阳光下的是是非非。奥勒松与挪威的其他城市不同，这座童话小城中几乎没有童话般的彩色木屋，但其所散发出来的童话气质又是怎么来的呢？前面咱们提到奥勒松小城曾是德国援建的城市，这一切竟是源于1904年1月22日的一场大火灾。当时的奥勒松全城都是木质的房屋，这场大火将奥勒松彻彻底底的灭了门。火灾之后，欧洲各国伸出援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德国国王凯瑟威廉姆2世。他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奥勒松新城市的规划建筑必须采用当时在德国盛行的新艺术风格。3年之后，挪威境内的一座崭新的德国石头城诞生了。如今，奥勒松城市中紧密有致地排列着新艺术风格的房屋，与周围曲折的海岸线、高峻的群山和深邃的海湾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面。由于是德国的艺术作品，所以奥勒松在2战中竟然毫发无损，成为挪威当地唯一没有被德军轰炸的城市，从而使得这一新艺术风格作品中的很多细节至今仍停留在1907年。其实灾难并不可怕，接受援助也并不丢人。很多时候，欣然接受与有求必应真的是一对好兄弟、好闺蜜。在奥勒松市区的公园里，凯瑟威廉姆2世的雕像仍旧神采奕奕。奥勒松就是这样一座充满文艺气息的小城，又似乎是北欧童话故事中所描绘的城市，只不过其中萦绕着些许现代风情。户外运动和钓鱼是奥勒松居民的最爱，但对于游客来说，有些酒店甚至打开窗户就可以直接钓鱼了。最后提醒大家，挪威西海岸最迷人的城市除了贝尔根，还有一座有故事有风景的童话小城奥勒松。今后千万别说没听说过哦，奥勒松是挪威旅行中不可落下的城市，你记住了吗？来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